嗨，你好，我是小范。今天想要和你聊聊，为什么股市总是买在高点，然后卖在低点呢？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个股投资是如何被骗的。那我今天会做这个题目啊，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常常都是赚少，然后赔很多。即便是现在的台湾股市，它其实非常的热络，但还是有不少人他在600多元的时候买了大量的台积电的股票，然后被套住了。然后又或者是在涨停锁死的时候，买了很多最近看起来似乎是很强的股票，然而在这一两天的台湾疫情似乎又在社区感染边缘之际的时候呢，整个大盘开始又有点疑虑了。更重要的就是现在还有不少的年轻朋友不但开始花时间在股市里面，然后他在数位货币的交易市场里也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可是已经有不少年轻的朋友因为他借钱来投资，然后呢，为了要还钱，然后数位货币现在刚好又有一些跌价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赚钱，他就开始先亏钱了。那我认为其实这里面都有一种人类的天性，会让人买高卖低，然后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天性呢，其实有一些经济学家他已经做了研究，而提出了所谓的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非常值得了解。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说呢，现在我们和未来以后会看到的一些现象，也能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段很难预测的股市。所以这部影片就会去介绍这个理论，那并且实际用来看看散户、大户跟市场甚至其他层面的影响，然后进而让我们自己不要再陷于这样子的圈套里面。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我所有影片哦。好，那我们开始吧。第一个，我们先解释一下前景理论。那我们先来看甲这个问题，有 A、B 两个选择。A 是肯定会赚100万元，那 B 呢是50%的可能性会赚200万元，那50%的可能性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先给你5秒钟的选择。那根据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会选 A， 说明人都是想要避开风险的。那我们接下来换一个乙的问题。A 是你肯定会损失100万元 ，B 呢是50%的可能性是损失200万元，那50%的可能性是什么都不损失，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要再给你5秒钟做选择。那结果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 B， 那说明这个时候的人呢是偏好风险的，这说明了这个理论的2大观点。第一点就是人们他在面临获利的时候往往都会比较小心翼翼的，然后不愿意冒风险，所以在甲这个问题里面，他就会选 A。但是在面对损失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开始变成冒险家，所以在乙这个问题里面，他就会选 B。第二点人在面对损失跟获得的时候，他的敏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的痛苦常常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我仔细再分析一下。其实刚刚甲跟乙这个实验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甲的实验中，假设你刚刚先赢了200万元，然后再开始，那么呢，如果你选了 A 那就相当于你一定会损失100万。那如果选 B 呢，50%的机会是你可能会赢得200万元，也就是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那另外有50%的可能性可能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也就相当于50%可能会损失200万元。那这里我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先加你刚刚赢得200万元以后，再开始做选择。那其实问题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答案却不同，也就是随着我比较的基准是赚的快速，然后就落袋为安。那如果是亏的呢，就想说放着，看还会不会再回来赚钱。这个理论对小额投资者来讲影响大吗？非常非常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二个散户理论的应用。假设我们看到新闻，那一天到晚他都在讲说，台湾现在的航运股非常的好因为现在缺柜，然后又缺船很严重。再加上欧美，它现在的经济开始变好了，那每年要赚个10块钱，完全不是问题。那如果再算本益比10倍的话，那100块钱根本就不是问题。那现在的航运类股就算是80块，就算涨停锁死买进根本不是问题，它一定会涨到100块。那还有20元的获利空间，也就是25%的获利这时候我可能还是没有很心动，因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大家炒股的动作，我是不想被股市玩弄的。对我而言，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股市太可怕了。可是慢慢随着同事朋友他们开始传说，真的我做贸易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运费已经涨翻了，而且交期开始变长了，这个是真的哦。
于是心中就开始觉得说，看起来这个航运股真的是一定会涨，因为朋友跟新闻都一直在这样提啊。那买航运股呢，看起来就是必赚无疑，于是呢就开始下手了。然后心里就会设定说，我只要赚一根涨停板10% 就好了，我也不要太贪，所以就可以在100元还没有到的时候呢，我就会先卖了，赶快入袋为安吧。所以就赚了10%，然后就赶快卖掉，真的很高兴。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happy ending。那这种 happy ending 啊，常常发生，像是台积电，它从300块钱一直涨到600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赚了10%到20%，然后就赶快卖了一回了，因为他想要先入袋为安。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股票的股民的人数，它是不断的在升高，因为它换手的人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今天买的是5月3号那个长荣海运86.6块，然后在5月4号发生的下跌，跌到了78块，而那天成交量却是创新高，我会卖掉吗？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我明明觉得它的基本面还是很好的我相信它一定还会回来的吧，没关系，那我就等，直到有一天终于认清说，怎么这么久了？看来好像回不到我当初买的股价了，到时候可能就会认赔杀出了。以上这个就是散户的心态，造成了所谓的买高，然后就会卖低，然后往往都是赚了一点点，然后却赔很多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3个大户理论的应用。那如果今天呢我是大户的话，早在1-2个月前券商的专员可能就会直接来告诉我说，小范哥可以进一些长荣海运哦。现在的盈利数字它开始不断的上升哦，可能半年它就会赚一个股本哦，而且现在的股价很便宜耶。我看了一下股价说，对啊，没错，它好像在40块以下，已经在那边躺很久了。那成交量再看一下，也没有很高啊。那这表示说没有什么人在注意这只股票，好吧？那我就开始进货，开始进，然后券商就开始帮我买进，然后我再打几个电话给所谓的财经人士专家，然后询问一下说，你们对这个海运类股、航运类股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媒体也就会开始注意了，然后各个开始新闻频道，然后股市的老师呢就开始分析未来航运的前景，然后慢慢的这个股价就开始慢慢的往上，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券商开始上调各个这一类股的目标价，然后就开始看股价开始往上动了。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割韭菜呢？然后于是我就开始看这个融资跟这个成交量。当成交量上升的时候，就表示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开始想要买进这个股票。那融资上升呢，就开始说呢，竟然有些散户他还要借钱来买这支标的物呢，对我来说太好了。于是，在75元开始我小贩就开始到货，开始变现，就会开始在那几点出现一些大量。当我卖了1000张的时候，如果一个散户他花了15万买2张，那等于就是有500名散户他买了。于是就出现这个下跌爆量的画面，讲好听叫做积极换手那其实就是第一波的割韭菜行动。那我什么时候再进呢？那我就休息再等2个时机。第一个就是等这些融资慢慢的下降，表示说这些借钱人他已经亏钱，他已经出场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些死都不愿意卖，也就是问题以那些回答 B 的那些人，他不想在86块以下亏本。好，那我就等它下来。如果今天掉到60-70块了，那我就买一些，然后呢，在接近86块的时候，我就要赶快卖掉，因为我知道这些86块买的人，他就是不想亏钱嘛，所以呢，这个86块他就有卖压。那或者是呢，我用其他日线周线或月线，然后来看这些人他不肯卖的平均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然后再来决定说呢，我到底要不要再来割一回。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第4个投资领域的骗局。为了要让这些投资人他面对股市，终极目标就是要他们从保守的问题乙，把它推向问题甲这样的定义，他就要把股市投资很危险这件事情变成一件让人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轻松获利的管道。所以外界就会有投资老师不断的鼓吹新的投资标的，然后分析师就会说，现在台股相对便宜然后券商呢来提高目标价。新闻就会集中说明哪些产业表现得不错，然后再加上身旁的同事朋友不断的分享最近股市的获利，然后就把原来的问题乙股市好危险，然后就变成了问题甲，台股起风了，那股市也很好赚，这样子的帮凶之一了。于是呢，就会有一些老婆，她就会叫先生，你赶快去投资股票因为隔壁邻居他们因为股市赚大钱都换车啦。又或者是听到别人报一些股市的内线，觉得说，我一定要赶快布局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内线就代表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一定要去投资嘛，也就是刚刚理论里面提到的问题甲。
那第5个，指数投资呢，为什么年轻人不爱呢？那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成说，为什么指数型的投资不受年轻人的偏好？因为人们对于的损失和获得，它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它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那年轻的投资者呢，他在目前这个股市里面，他是没有得到损失的痛苦的。那现在股市呢所得到的快乐啊，又远比指数型的投资实在是高太多了。这也是现在要推广指数型投资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原因之一了。如果当股市啊又不好的时候啊，那大盘可能也不会很好。那如果大盘不好的话，那看指数型的投资其实也不会很好看。所以呢，往往都是被股市损失的痛苦，被深深的失血痛过以后，再回头来看，才会想说要避免风险，才会转过头来做指数型的投资。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再来，我们来看看第6个前景理论的其他应用。那除了股市的心理以外，其实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这样的点也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行销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个教授他发表一个冰淇淋的实验，他用2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一个冰淇淋 A， 他用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满出来的样子。然后另一个冰淇淋 B 呢，它是8盎司，但是它装在一个10盎司的杯子里面，所以看上去呢是还没有装满的。那人们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出比较多的钱呢？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照道理会比7盎司多。那如果人喜欢那个杯子的话，那照道理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的结果就是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呢，人们反而愿意为这种分量比较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一个是损失2盎司，一个是多了2盎司。可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断的线索来判断。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冰淇淋的实验里面，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价格的。当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啊，有很多折扣其实也是用一样的方式来诱惑消费者来购买的。用原价呢是多少，那如果你现在买的时候呢就可以省多少，就是用这样子的好处来推销的。所以总结以上，第1个前景理论的解释，来了解这个理论的基础；第2个散户理论的应用，知道了为什么散户他总是会买高卖低；然后第3个大户理论的应用，我们这边就看到了大户如何利用这样子的理论来操弄市场；第4个投资领域的骗局，就知道如何制造散户进入市场的氛围，导致人们义无反顾的不断的投入。第5个指数投资为何年轻人不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小范这个频道啊非常难推广。那第6个前景理论的其他应用，说明了这样的心理除了在投资以外啊，在行销手法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不知道你是否有买过个股，然后赚了一点点就卖，然后一卖掉就看着它一直涨上去，然后就一直骂。而如果股票如果跌了呢，就会像我一样一直爆到变成像壁纸的经验了。如果有的话，请你留言 A； 如果没有的话，请留言 D。让我们来调查一下吧。那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也请让我知道。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哦。我是小范，我们下部影片见哦，拜拜。